坦克和飞机的价格动辄就需要几百上千万美元，但是你绝对想不到，一辆中型坦克只需要10美元就可以买到，23架战斗机只需要1美元就可以买到。俄罗斯更是在甩卖 RPG 火箭筒时，还有买5送40的套餐。今天就和各位老铁聊一聊便宜到离谱的8款武器。Top 8，粗制滥造的仿制 AK47。步枪作为现代化的战争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在很多中东国家的战场上，无论是正规军或者是雇佣兵，都钟情于一款步枪，那就是 AK47。一般的军火商售价可能都大同小异，但坐落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的一个市场中， AK47 仅卖10几美元。大家都知道 AK47 便宜，但为什么这个地区的 AK47 这么便宜呢？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售卖 AK47 基本上都是周围小作坊生产出来的，性能方面呢，与正规军队使用的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也正是因为质量太差，所以导致很多子弹根本无法上膛，甚至还会产生炸膛的现象。这些售卖劣质 AK47 的老板也知道自己的货质量不行，所以极其爽快，有问题的枪根本不需要退货，直接扔掉，再给卖家拿一支新的就行了。Top 7，便宜到爆炸的 RPG-7 火箭筒。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，解体之后就是各个加盟国分家的大事儿。在冷战期间，苏联为了防御坦克的攻击，制造了大量的步兵便携式反坦克火箭弹，尤其是 RPG 系列。冷战结束之后，各个加盟国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，于是这些库存量极多的 RPG 火箭筒和各种轻型重武器便被盯上了，随即便开始了大甩卖的节奏。而这对于一些中小国家来说，简直就是一个天降的福利啊！1997年，俄罗斯乌拉尔军区公开对外出卖最新的 RPG-7 型火箭弹，价格仅需10美元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只需要10美元，就可以买上一套 RPG-7 型火箭弹。一次性购买5套的话，还送40发配套的火箭弹。如果需求量够大的话，价格还能再商量。在这样的甩卖之下，不到1年的时间，乌拉尔军区库存的20万件 RPG-7 火箭弹就销售一空了。俄罗斯真不愧是销售鬼才。还有一个更令人吃惊的事儿，那就是俄罗斯对这批火箭弹的统计单位是按吨来计算的。按照当时的统计，这批 RPG-7 火箭弹有3000吨之多，说不定当时的各国买家也是按照称重来购买的。Top 6，被用来离地的 M4 希尔曼重型坦克。从二战之后，美国成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，可以说是富得流油。战争结束后，象征着美军强大实力的飞机坦克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。其中数量最多的 M4 希尔曼中型坦克，美军装备 M4 坦克的数量曾经多达48000辆。虽然制造的坦克数量很多，但是二战时期以轻型坦克和中型坦克为主，所以在更加先进的德国虎式坦克面前， M4 希尔曼就有点不够看了。这时候呢，他就获得了一个外号，叫做朗森打火机，意思就是一点就着。为了尽快处理掉这些占地方的铁疙瘩，财大气粗的美军便开始了甩卖模式。在当时，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坦克，最便宜的时候只卖10美元。当然了，当时的美元购买力也是比较高的，相当于现在的600到1000美元。而这个价格对于当时的农场主来说，简直太有诱惑力了。他们的购买理由也很直接，坦克动力很强，又是履带式车轮，用来离地真是太方便了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太费油了。不过呢，只花了10美元就买了一辆真正的坦克，你还想啥呢，对吧？ Top 5，最简易的斯登冲锋枪。1940年发电机行动，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撤退行动。短短9天时间，英国皇家海军同时动用了各种舰船861艘，将大约33.8万名盟军士兵护送回到英国。虽然英国军队顺利撤回，但是由于走得太匆忙，他们将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丢弃在了法国。为了解决英军武器不足的情况，英国方面不得不向美国采购武器。但当时的美国呢，只生产制造昂贵的汤姆森冲锋枪。很显然，当时的英国无法承受这样高昂的价格，所以英国决定装备最简单的斯登冲锋枪。这个最简单的冲锋枪只有59个零件组成，生产成本只有3.17美元。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，曾经有9个企业日夜不停地生产斯登冲锋枪，根本没有人检测射击精度。
尽管斯登冲锋枪只是一个过渡型枪械，使用简单的制造设备、廉价的原材料，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的优点，让英军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缓过了一口气儿。Top 3，间谍专用陆枪手枪。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时，正处于2战与冷战的交叠时期。1950年，中央情报局表示，他们需要一种一次性手枪，用于敌后情报员和游击队使用。于是 CIA 就找到了一个叫做罗素摩尔的枪匠。很快，罗素摩尔就设计出了这款新枪，新枪被定名为陆枪，整体成本3.95美元。这是因为5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。由于根据 CIA 的要求，所以陆枪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一处铭文，即便射手被抓捕，也不能通过任何信息来确定背后的支持者。不过，陆枪在 CIA 内部却有着1395H009108这样的正式编号，生产总量共计1900多支。如果生产数量更多的话，价格大约可以控制在2.5美元以下。Top 3 FP45 解放者手枪。1940年，法国一战时期的英雄贝当组建了新的内阁，向德国投降。虽然法国向德国投降了，但是法国国内还是有着大量的抵抗组织的。这些抵抗组织非常复杂，既有从敦刻尔克逃出来的法军和大量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爱国青年，但是他们这些组织一样面临着极度缺乏武器的情况。因此，美国战略情报室便为这些组织研制了一种一次性手枪，也就是 FP45 解放者手枪，并且给予这款武器.45口径信号枪的外号，用来迷惑敌方。由于枪械结构简单，所以生产过程呢也是极为简单，平均只需要6.6秒就可以生产一支解放者。在11个星期的生产周期里，共计制造了100万支，平均制造成本只有2.1美元。Top 2，白送的巴库号航母。印度作为一个怀揣着大国梦想的国家，不断从别国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，用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。在购买武器装备方面，称得上是出手阔绰，只要是自己看中的武器，花再多的钱也要买。但是作为土豪的印度，做梦都没有想到1美元买航母的事情能落到自己的头上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苏联解体之后呢，俄罗斯继承了大量的军事遗产，其中就包括名为巴库号的航空母舰。但是由于俄罗斯经济无法支撑，所以决定将这艘航母出售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印度专门派人与俄罗斯沟通此事。1998年，俄罗斯方面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，准备1美元将巴库号卖给印度。当时印度还沉浸在喜悦中时，却不知俄罗斯的套路悄然来袭。这是因为这艘航空母舰接近报废状态，必须先进行维修才能开回印度。于是印度前后共计花费了23亿美元的维修费用，才将这艘1美元的巴库号航母开了回去，也就是现在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。Top 1 23架米格29只需1美元。战斗机作为最昂贵的武器装备之一，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动辄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，但在历史上却有着一次3毛钱战机交易。在冷战时期，德国被一分为二，分成了东德和西德，东德归苏联管辖，拥有不少苏制的武器装备。后来东西合并之后呢，这些武器装备也随着苏联的解体成为了德国自家的资产，其中就有米格29战机。2003年，德国将自己库存的23架米格29战斗机出售给了波兰，但是价格呢却只有象征性的1美元，甚至德国还主动承担了运输费用，将这批战机送到了波兰。这批米格29战机依然在波兰空军服役，一些消息称波兰要一直使用到2030年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。各位老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